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32集古装大剧来袭，司公令对阵竹玉，这次轮到丁禹兮火了。当竹玉热度未退，司公令携美食探案题材来袭。丁禹兮蛰伏多年中获 S+ 男主，送走税务风波后回归，这部剧能爆吗？一部剧开机，竟靠丁二化宋七化化解番位大战。司公令用姓氏笔画排序，是无奈之举还是高明策略？内娱番位规则就此改变。一部 S+ 级古装大剧的开机，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导演，不是剧本，甚至不是投资额，而是一张姓氏笔画表。2026年3月16日，腾讯视频的司公令在横店低调开机，领衔主演一栏写着丁禹兮、宋祖儿，就是这个看似平常的号，加上一行按姓氏笔画排序的小字，瞬间让所有围观群众掏出了字典，丁字二画，宋字七画。一场原本蓄势待发的顶级流量粉丝一番争夺战，就这样被最基础的小学语文知识轻描淡写地化解了。这戏剧性的一幕，比任何宣传通稿都更直白地揭示了当下古装剧市场的现状。当流量为王的旧规则逐渐失灵，一场关于性价比、适配度和叙事创新的残酷内卷，正在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洗牌。司公令从立项之初就被外界视为对标年初爆款竹玉的种子选手，同样是 S+ 级配置，同样瞄准年轻观众市场，但他的破局思路却截然不同。竹玉的成功在于市井侠女和落难侯爷的反套路 CP 感，充满了烟火气和江湖义气，而司公令则把舞台搬到了南宋宫廷，故事核心是一个民间厨娘吴真真的逆袭史。她为了寻找失踪的母亲，凭借一手厨艺考入掌管宫廷饮食的上食局，从最底层的小内人做起，一路破解围绕御膳发生的连环密案，最终登上统管6上24司的司公令之位。这个设定本身就包含了多重热门元素，美食、探案、权谋，以及最核心的女性职场成长。他刻意避开了传统宫斗剧的雌竞和恋爱脑，女主吴真真的成长主线明确为搞事业，情感线被定义为成长路上的点缀。这意味着这部剧超过70%的戏份和叙事重心都压在了饰演吴真真的宋祖身上。对于宋祖而言，司公令是他个人职业生涯中一部至关重要的棋。这是他在经历税务风波、沉寂2年后回归主流视野的首部重磅女主剧。他需要凭借这个角色重塑口碑，完成从折腰中灵动小乔到能独挑大梁的实力派大女主的转型。从开机路透来看，她的状态被评价为嫩得像学生会代表，素颜下的清瘦灵动感与初期厨娘形象高度契合。但挑战在于，吴真真这个角色拥有完整的成长弧光，从前期的懵懂少女到后期执掌权柄的沉稳女官，需要演员具备强大的演技层次感来支撑。宋祖儿过往的演技在多部作品中得到过验证，但能否扛住这部戏份占比70%的大女主剧，将是观众评判她回归成败的关键标尺。而站在宋祖名字旁边的丁禹兮，则是司公令带来的另一个巨大悬念。在传闻中的陈芊芊的韩硕之后，丁禹兮一直被市场归类为剧火人不爆的典型代表。他有辨识度的古装扮相，在《永夜星河》等作品中证明过的扛剧能力，以及手握超过20个商务代言的商业价值，都让他离顶流似乎只差一部 S+ 级大男主剧的临门一脚。司公令中的二皇子赵哀，就是他等待多年的那个剧本。这个人设被描述为美强惨和风犬皇子，表面桀骜狠戾，实则内心赤诚，曾在南邵位置5年，背负着克母克国的污名。他与女主的关系并非传统的拯救与被拯救，
而是双向奔赴和彼此救赎，是一种萤火微光式的默默守护。这种复杂且有深度的男性角色，正好给了擅长用细节和微表情演绎人物反差的丁禹兮充分的发挥空间。于是，一个戏份占绝对主导的大女主和一个需要复杂演技支撑的美强惨男主，构成了《思宫令》最特殊的平番阵容。剧方采用按姓氏笔画排序的方式，巧妙地将自己置于一个相对超然的位置。这既符合2026年3月13日广电总局发布的相关新规，又在事实上回避了谁是一番这个敏感问题。双方的粉丝虽然前期有过争议，但后援会最终都导向了护剧不争番的理性呼吁。开机现场，丁禹兮以品牌代言人身份请全组喝墨酸奶，送走则请喝奶茶。这种务实又轻松的互动，迅速冲淡了番味带来的火药味。两人在仪式上不约而同比出的树杈手势，以及开机当晚在微博上以角色身份进行的趣味互动，都让 CP 感和默契度成为了新的讨论焦点，成功转移了公众视线。当然，演员阵容的争议只是表层，思宫令能否真正接棒竹玉，更深的考验在于其制作班底对复杂叙事的驾驭能力。导演王承新此前以《我是刑警》等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见长，擅长强情节和快节奏叙事，这是他首次独立执导古装宫廷剧。如何将他写实的镜头语言与南宋宫廷的美学风格相结合，弱化古偶剧常有的悬浮感，是一大看点。更大的压力在编剧汪宏身上，他曾凭借司藤证明了自己打磨大女主的能力，但其改编的《山河枕》也曾因弱化原著权谋线而遭遇口碑滑铁卢，豆瓣评分仅5.3分。思宫令原著小说拥有庞大的书粉基础，故事内核兼具美食探案的趣味性和宫廷权谋的严肃性。编剧能否在保留女性成长主线的同时，构建出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权谋案件，避免剧情沦为披着权谋外衣的恋爱剧，是决定这部剧口碑上限的关键。从市场环境看，思宫令的出现恰逢其时。在竹玉将古偶观众的审美阈值拉高之后，市场渴求的是同等制作规格下的题材创新。美食探案和女性职场的复合设定，在古装赛道具有稀缺性。它试图满足观众对专业主义的向往，女主靠厨艺和智慧破局，而非靠身份和爱情开挂。同时，丁禹兮和宋祖这对组合，一个急需爆款角色证明自己的市场号召力，一个急需重磅作品完成回归与转型，两人在事业阶段上的互补性，也让这次合作充满了彼此成就的潜在可能。剧集的拍摄周期定位120天，预计将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由腾讯视频天然工作室倾力打造，总制片人张娜坐镇。后者曾打造出口碑之作《漫长的季节》，所以当一部剧的开机仪式最终演变为一场关于汉字笔画的社会讨论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粉丝经济的博弈，更是行业规则在观众审美进化下的被动调整。思宫令用丁二画送七画这个简单到近乎荒诞的规则，暂时搁置了谁是一番的终极争论。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回到故事本身，一个厨娘如何用锅铲和智慧在深宫立足，一个皇子如何于黑暗中守护微光。这场始于笔画排序的戏剧，最终会成就一个关于逆袭与守护的故事，还是仅仅成为内娱番位史上一则无奈的注脚？当观众越来越用脚投票，拒绝为空洞的一番头衔买单时，真正决定演员能否火出圈的，究竟是名字在海报上的位置，还是角色在观众心里能占据多大的空间？这个问题，思宫令和他的2位平番主演正在等待市场给出答案。